你的肉体携带着宇宙的历史，现在地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你们身体的转变。你们允许自己的身体进化为一台计算机那般，以便容纳这些信息。这一切的发生与生物工程有关，实际上并不需要你个人的参与。当然，愿意与之合作会促进这个过程。作为一个物种，你们正在经历生物基因的转变，而转变你的就是那些创造了你，并在你们历史周期的时间点上重新设计你们 DNA 的存有们。这个时间点是由最初的创造众神，也就是项目者所设计的，为了有一天他们重新归来，接管地球，恢复最初的计划。数百万存有被召唤前来参加这个项目。数百万存有曾经说，是的，我们是革命者，让我们接手这个项目，看是否能把它推向正轨。我们会重新建设那些已经毁坏的，把它们重组在一起。因此制定了计划，设计了图样，研究了遗传学，以便找到内在携带隐性的基因和光之和弦的人。你们非常严格地挑选了遗传血脉，这样从遗传谱系上就可以让你对光编码丝组合进行全面的接收。这些光编码丝有进化的潜质。在投生之前，你们都参与设计人生事件，从而启动你们的编码或者进化蓝图，以激活你们的记忆。然后你们进入肉体之中，忘记了一切。你们的蓝图和编码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激活，因为你明白你是某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编码在不断的激活，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会越来越强烈、清晰。其原因是 DNA 在进化。当你拥有完整的12螺旋 DNA 时，那些螺旋将接通12脉轮系统。脉轮是一些漩涡中心，装载了你必须要转译的信息，甚至当你不在这个星球的时候，也在进行自我进化。或许你对自己其他的一些身份更加认同，因此为了进化，你选择了特别具有挑战的状况。这样一来，你必须超越那些设定的上限和边界。无论进入什么实相之中，你都必须成为超级存有，因为身为光之家族的成员，也就是革命者们，这是你们的专长。你特意来到地球，选择这项挑战，以便成为公然的挑战者。这并非给自己制造麻烦或者不和谐，而是创造和谐的挑战者。通过你自身的和谐，你挑战那些老旧的振动频率。你们与他人产生摩擦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在进化之路上勇往直前，而其他人并不喜欢这样，因为他们的编码决定了他们不会在此时此刻响应你所追求的道路。一些人则根本就没有进化编码，也有一些知道转变计划的人作为观察者来到这里。一些胆怯的存有来到这里，他们知道只要自己有勇气踏上地球，并意识到地球神圣计划蓝图，哪怕他们所谓参与转变只是待在地球上而已，这对他们来说已然是自己意识之旅的一大进展，会将他们推向更高的意识层面。哪怕只是在这个计划附近围观，也会获得力量。因此要给予所有决定在此刻参与地球伟大频率转变的人以敬意。所有参与者都必不可少，地球上频率越高，就有越多能量
用来改变老旧的频率。那些向光之频率开放的人，正经历着自己身体的重组。有时，你们在夜晚醒来，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身体的重整。身体的重整意味着 DNA 的重组。你们的 DNA 是一束光编码丝，科学家会描述它为连接的细丝。科学家们目前最大的进展，就是在 DNA 的某些部分发现了某些编码，他们也已经发现了 DNA 的冗余部分。换句话说， DNA 的有些部分无法破解或破译，因此他们认为那些 DNA 只是为了组成链条而已，并且把它们称之为垃圾 DNA。 他们理解偏了。我们谈到过，你们都是造物主们的创造，你们就像房屋一样，将来会扩建。你们现在就处在这一关键的时刻，那些设计你的存有正在拓展你们。科学家们所谓的垃圾 DNA 在你体内休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它们正在激活。在我们的教导中，我们一直强调氧化的重要性，因为氧气会给编码提供养分，并唤醒你们身体当中的垃圾 DNA。 当然，它们根本不是垃圾。所谓的垃圾存储了你们的感知能力，将使你们成为完全的察觉者，一个4次元的存有。这些苏醒的 DNA 将改变你们的视觉、听觉，增加寿命等等。现在，这些困扰科学家们的休眠 DNA 正在苏醒。你们的突变如此迅速，某些科学家称之为一种疾病。有些人非常关注，他们说服政府投资数十亿美元来研究 DNA。 你们的身体正在发生的变化绝对不是疾病，你们只是自然地进行转变和重组。转变多发生在睡觉的时候，因此可能一早醒来，你会注意到身体感觉不太一样。你可以期待着这些转变会出现，然后你将会开启新的能力。你会自动地知道许多东西。人类身体的最初设计者是仁慈的存有，他们慷慨地在基因上赋予你大量灵性的活力和巨大的潜能。这些信息大多存储于你们体内的光编码丝中。这些细丝曾经零落分散，如今正在重组。你的骨骼与那些信息一致。当你们的骨骼结构排列成直线，神圣的力量就会释放，宇宙射线会被拉进身体当中，细胞中的光编码丝开始自动重排。你会发现自己正在改变，这改变将会反映在你能看到的任何地方。造物众神所设计的让你们进入不同维度或是频率的现有进化系统，是基于12股 DNA 螺旋的，它们对应着12个脉轮中心，7个在体内，5个在体外。这就是系统连通的方式。要让这些人体内的螺旋得以进化，人体必须达到一个特定的频率。这个频率的存在可以让那些能量最低站点也能到达。也有一些人可以超越12螺旋结构，不过一般来说，人类的意识状态不可能得到这种加速的状态。对普通人来说，从双螺旋到12螺旋系统的飞跃已经足够了。有些人将在短期内就会运用12螺旋，而地球上的其他人可能会在10年后才能开始这样的转变。这仅仅是因为每个人的编码决定了，只有当他们有能力整合的时候，才会被给予相应的频率。在目前计划的初期，许多人要整合这些变化已经很艰难了。
地球上大多数人坚信只有一个实相，没有其他的，这可能会造成人类种族的衰落。当螺旋结构在人体当中可以完全运转，就会唤醒内在的知晓，超出拥有人类目前所知道的知识。这个内在的知晓是自我认知，就是知道世界远远大于这个物质世界，相信它，知道它，理解它。物质世界是通往灵性世界的一条线索，灵性世界和自我进化正在位于信息爆炸的边界，廉价的能源、自由能源，所有的一切都会给予你们，所有的这些都与进化的光边马斯有关，它们是成百万及几十亿微小的光纤维。正如我们讲到的，侵夺你们的造物众神来到这里，需要你以特定的方式运作，从而控制你。他们阻断你的智慧，所以他们拆散分离，组成 DNA 螺旋的光边马斯。这些细丝正重新连接回螺旋结构。这些螺旋结构3个一组的进化，直到达到12股或12螺旋。当这12螺旋的光边马斯开始在体内震动的时候，每一股 DNA 都会对应着一个脉轮中心。有许多的脉轮中心，也有许多潜在可能形成的螺旋结构。目前，人类意识可以处理而且不造成自我毁灭的螺旋结构和脉轮的公分母是12。因此，如之前所叙述的，我们正在经历12螺旋的进化，以接通12脉轮。其中有7个脉轮在体内，5个在体外。与身体内的7个脉轮合作并不困难，因为你如果允许自己去感觉，就可以在身体上触碰并指出它们的位置。第1、第2、第3脉轮分别是海底轮、生殖轮和太阳神经丛。第4脉轮是心轮，同理心和万物的连通性。第5脉轮是喉轮，与语言的表达有关。第6脉轮是三眼轮，代表着先知。第7个脉轮是顶轮，开启后你会知晓一个人的身份是超越其物质形态的。当你到达体外的5个脉轮时，必须要有新的方式来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而你甚至不知道那些是不是真的。第8个脉轮在你的活动范围之内，它悬挂在你们头顶上约30厘米或者更高的位置。很多人会保持第8脉轮与肉体接近，第9脉轮也很近，在体外的几英尺处。一旦9股螺旋形成，第9脉轮将会进入地球大气层，成为一个地球脉轮，进而连接地球光网格。这是一个连接。第10、11、12脉轮就更远了。第10脉轮一旦它校准连通，就会拓展你的意识到整个太阳系。第11脉轮将拓展至银河系。第12脉轮定位和铆定在这个宇宙的某处。你们将从这些个人脉轮中心获得信息，同时它们也是集体的中心，就像你的其他个人脉轮也是集体的中心一样。当你学习转化脉轮的体验，你会发现生命不再与以往相同。并非地球上所有的人都在经历这个转变，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编码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进行回应。你们每个人都以一定的次序来到这里，一份标明了你们在何时何地如何最好的运作的蓝图。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学习如何跟随这个计划，它引导你们发现高我。一旦学会，你的生命将会变得十分轻松，
因为你将变成光之载具，你只要用意念下出指令，就会达成目标。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时间面临这些改变，因为一次性同时进行转变并不好，这将引起混乱，所以需要一定的顺序。当一个人经历转变和转化的体验时，就能向已经体验过这些转变的人寻求帮助。那些刚刚开始经历转变的人们，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你们是领路人，一旦你们能够通过转变，就开辟了道路，并展示给其他人。如果你希望接通时间网格，就会有线路图显示哪些特定的事件会发生。在每时每刻，你们对自己的进化投入越大，最后一个人的转变就发生得越快。在过去，一度人类处于较高的频率，并有能力穿越实相、移动和操控物质。许多这些能力被那些掌控你们实相的存有们蓄意拆散了。你们必须理解，每个实相都有守护者，并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管理员和守护者。我们使用守护者一词时，意思是中性的。你们称那些保护者为守护者，我们会说守护者掌管实相，也许他们会守护自己的实相，不让其他人进入改变他们的实相。我们谈到守护者时，并不一定是指那些仁慈的、令人愉悦的存有。这些守护你们实相的存有，可能屏蔽、阻止了那些能给予你们自由的存有。由于被改组，你们已经忘了太多，你们许多原有的天赋能力被分散和阻断，变得不可使用。你们的社会是通过头脑来层层的进行控制的，帷幕笼罩了整个地球，这样即使你们试图接通这些信息，也不会有工具、背景或者能力来弄清楚这些实相。现在整个地球都沉浸在拓展实相当中，为了进入另外的实相，你们要先非常深入地探索自己的实相。没有时间让你进行20年的心理分析了，你们必须在几小时之内发展出技巧还有能力。这些技能可以让你在自己的情绪体进化之旅当中前进几十年的进度。你们必须踏上开启情绪体之路，因为人体通过情绪表达自己，这是你们物种的独特性和天赋所在。首先要开通情绪通道，这些情绪通道可以带你到达你这一生中对自己隐藏起来的地方。回忆会如潮般涌起，因为这些数据在你内部堆积如山，关于过去困苦的事件，甚至是莫名的情绪回忆会涌现出来。一些人可能会回想起你们儿时外星人接触的事件，你们所有的人还是孩子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体验。有些人会回顾起在无知年纪时的性表达，那时你还不明白你参与其中，无论你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这类事情深埋在人体的情绪体当中，因为情绪体对评判非常的敏感，而心智体则传递来大量的评判。情绪体与灵性体相连，把这部分隐藏起来。你们都自以为知道自己是谁，你的自我是建立在你记得的今生经历之上。我们想要传达的是，你有很多平行的存在，拥有不同的记忆。你阻止这些记忆，或者
不去关注相关的事件，是因为你的情绪体不能处理它们。大部分你需要揭开的隐藏情绪都与性相关，因为它属于你尚不理解的自我部分。你必须进入其中，了解它的意义。性究竟是什么呢？谁规定了怎样表达合适，怎样又是不合适呢？你还需要认识到，从你儿时起就无时不刻地围绕着你，教导你的那些能量以及发生过的接触，你阻断了这些事件的记忆，因为没有人支持你相信它们真的发生过。当你开始了这种多次元的探索，隐藏的记忆将会涌现，你将会震惊自己竟然完全遗忘了整段的事情和生命里的一大部分，尤其是12岁以前的事情。你将会震惊于神经系统完全关闭了头脑无法处理数据的能力。然而记录还在，因此你将会重新播放它们。你现在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你将学会保持中立和不去评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尽快去探索你现在的身体、身份和生命。没有许多年让你去研究了。当 DNA 中的信息改组和重新接通时，你们将能感觉到今生的事件如何连接、发展，并与你生活过的其他地方、其他的身份相联系，从而理解它们的意义。理想状况下，你将脱离批判，由此能够认识到这里真正发生的事情，并且通过细胞记忆取得第一手体验。提高频率的唯一方式，以及决定了你在地球上未来生活的，就是不要评判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参与的一切。这非常复杂，也非常重要。去感受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过程，包括粉碎现存的范式，成为现实的改革者。你将开始理解一个合理的真正存在被隐藏了。回忆起你们是谁是极其重要的。你并不孤单，你不能单独完成它。甚至当我们说你是自己灵魂的载体时，也有已经明白一切的你们自我的其他面向正在回到你们的时代当中，创造这个将要影响所有实相的能量漩涡。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包含的振奋和喜悦，怎么强调都不够，只要你愿意去改变。如果你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放手，你将不得不经历不太愉快的体验。你们都有一些不想放弃的东西，那就是困难所在，因为每个人都有顽固执着之处。然而你们每个人来到这里，是为了继续灵魂渴望体验的旅程，就好像你们在这里有未经的视野，你们许多人遗忘的面纱非常牢固，以至于你们无法飞走，还会说，我又来这里干什么？我要闪人。你们中那些理解更高维度的人，在地球上大多的时候感到非常孤单。这个时代有数百万人像你们一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支持团队。你们正开始相遇并找到彼此，而且你们正开始将意识盘绕在一起，将一股意识细丝与其他的细丝盘绕在一起。你们会看到
无需太多努力，一个美丽的创造就聚集产生，因为它是计划的一部分，而你们被推动着完成某些事情。地球被控制着，所以从你第一次来到这里，就一直被教导和训练，相信你无法掌控自己的实相。你被教导说，一切都是偶然的，一切都依赖于你无权决定的东西。这根本不对，你们才是控制自己 DNA 的主人。你对一切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直到你发现并且相信这一点之前，你会受制于所有在这个自由意志区域想要控制你的人。然而，在天真无知当中，你们允许自己的 DNA、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许多其他方面被操控。